就在這幾天，考試院通過《公務人員考試法》跟《公務人員任用法》及《公教人員保險法》3個法的修正草案，主要就是放寬保留錄取資格跟育兒福利的部分。例如說，我現在考上，可是我還有一些原因，我還沒辦法馬上去就職。例如說，你要去當兵，那就可以保留。第二個是我考上之後，我還在念碩士，我可能還在念博士，那他就是碩士可以延2年，博士可以延3年。有一些特殊的緊急事，它可以讓你延2年。我有孩子要養，我可以延3年。總之來講呢，保留資格的年限最長就是3年。假設你孩子沒有滿3歲，那你可以先保留資格。那現在把它放寬了，到7歲都還可以保留資格。有趣的是呢，如果是隔代教養也可以。例如說，你考上國考的時候，你已經是阿嬷了，那你剛好有一個孫子，這個孩子還沒滿7歲之前，你有3年可以保留資格。以前規定是先生考上了公務員，然後呢，他保留資格先不就職，然後後來呢，太太也考上了公務員，那他就規定呢，你不行啊，先生有請過，所以你太太就不能保留資格。那現在規定不行，這樣子去限制，都可以保留你的期限跟資格。育兒津貼呢，也在請領的部分也放寬了一些限制，這樣可以領到7歲。你只要有養育7歲未滿的小孩子或者孫子女都可以，或者甚至有重病的家屬都可以符合这個申請。你可以請的是6個月的，他現在給你直接可以給你9個月。因為有些人他是初考或普考考進去，其實薪水很低啊。如果說你的薪水低於基本工資的時候，他會直接幫你補滿到基本工資的那個薪資。其實對於初考的人來講，應該是蠻有保障的。這次考試院呢，調整了保留錄取資格的一些限制，把它放寬，還有育兒津貼的領取也把它放寬，甚至延長。這就是這一期節目跟你簡單的分享的2個修法的重點。謝謝收看。